射雕盈利分析，肖战给投资方净赚了7000万左右。关于射雕英雄传究竟赚了还是赔了的问题，虽然有关于电影亏损的消息被证实是假新闻，但话题依然热度不减。特别是肖战的表现，让大家对这部影片的票房产生了更多讨论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射雕到底是赚钱还是亏损。首先，影片的拍摄成本高达2亿，宣发费大约5000万，总的制作成本差不多是2亿5。按目前票房分成2.36亿，再加上海外版权分成大约2000多万，这部分已经能够覆盖影片的总成本。而网络平台方面的收益也相当可观。据透露，10大平台的收益大约有6700万。这样粗略计算下来射雕的纯利润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突破7000万。其实射雕也不能说运气差，恰好碰上了黑马哪吒。影院为了抓住哪吒的流量，直接把黄金时段让给了他。毕竟黄金场次才是最赚钱的时段，但流媒体的数据更令人震惊，10几家平台都创下了历史记录。这说明单靠粉丝根本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，实际上大量的路人也被吸引了进来。那么为什么射雕在影院表现一般，网络播放却如此火爆呢？首先，影院自然不想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，所以排片费多的电影往往会占据黄金时段，即便有些场次是空座，也能从排片费中赚取一定的收益。影院选择这样做，当然是为了确保收入，但这种行为对大局发展是不利的。毕竟谁都不能预测哪部电影会大爆，但排片费的收入是可以提前锁定的，所以很多电影商宁愿确保排片，也不愿冒险。春节档的其他电影，比如《蛟龙行动》和《封神》，亏损更为惨重，而《熊出没》依靠系列作品的粉丝基础，《唐人街探案》则凭借前几部的成功和实力派演员的加持，基本保证了自己能勉强保本。春节档只有哪吒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，最终获得了票房的主导地位，和影院方的合作实现了双赢。那么究竟是谁在围剿射雕呢？是那些连自己都快保不住的影片，还是那些强撑着的影片，还是哪吒这种大爆之作？其实大家关心射雕赚不赚钱都是杞人忧天，毕竟如果真的亏损，制作方肯定会急得跳脚，而那些真正有底气的片商则会从容不迫地面带微笑，心里早有数，甚至还可以通过流媒体平台免放送吸引全国观众。那些着急的电影公司才会在票房不理想时四处发声，显得很焦虑，甚至在路演采访中诉苦，态度失态。如今排片费已成为影院的最大收入来源，也是影院最看重的部分。毕竟谁能给的更多，谁就能占据黄金时段。所以排片费背后不仅仅是恶性竞争，还涉及金融炒作。很多与电影制作无关的成本让电影市场更加寒冷。从预售票房来看，我个人认为《射雕》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，以后可能很难再有电影超越它。半年过去了，之后的电影票房甚至没有它的预售成绩高。资本不是傻子，为什么会签订如此高额的排片协议？那是为了确保电影能够进入影院，保证票房收入。毕竟这种金融手段能够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。对于射雕好不好看，见仁见智，各种评价都有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影片在上映期间面临了异常激烈的竞争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，排片被压缩，黑水军攻击口碑，导致观影人数少，无法形成客观的评价。这种恶意的竞争环境显然对射雕影响较大。最后，武侠电影目前处于低谷期，但如果没有肖战的参与，这部电影或许不会获得如此大的关注度和话题度。所以看到射雕的成功，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投资者愿意进入武侠电影市场。肖战7年蝉联世首帅引官媒质疑，封面新闻点名粉丝主导加无权威认证，真相究竟如何？近日，肖战连续7年蝉联世首帅的话题登上热搜，本是粉丝庆祝偶像国际影响力的喜事，
却因封面新闻一则评选系粉丝主导、无权威认证的报道，引发轩然大波。争议背后是粉丝力挺偶像荣誉的声浪，与媒体质疑数据含金量的交锋。这场舆论风波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娱乐圈生态？是首帅评选粉丝主导，海外数据链还原真相。据公开信息显示，是首帅 The Sexiest Man Alive 评选由美国媒体 TC Candler 旗下网站发起，至今已有30余年历史。评选标准涵盖外貌、才华、时尚影响力、社会贡献等多维维度。投票环节结合专业评审与公众票选，最终结果需综合全球数据生成。往届得主包括布拉德·皮特、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等国际明星，其权威性在欧美娱乐圈具有一定认可度。针对粉丝主导的质疑，粉丝晒出投票流程截图。海外投票需通过官网注册账号，每人每日限投1票，且投票通道未与任何明星后援会直接关联。不少网友表示，连投票入口都难找，谈何粉丝刷票？更有数据博主统计，肖战在2024年评选中，海外投票占比超 65%， 其中东南亚、北美地区票数领先。本土粉丝主导的说法难以立足。事实上，肖战的国际影响力早有迹可循，其主演剧集《陈情令》在 Netflix 全球播放，单曲《光点》创下华语数字专辑海外销量纪录，多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。此次蝉联是首帅，更被视为其文化输出能力的又一佐证。官媒质疑引争议，媒体报道如何平衡客观与立场？封面新闻的报道迅速引发粉丝不满，核心争议点集中于2点：其一，报道未明确区分粉丝参与与粉丝主导的概念。任何公众票选活动均需观众参与，但主导一词暗含数据造假导向，易引发误解。其二，报道未提及评选的国际背景与历史沿革，仅以无权威认证定性，被指缺乏对事件全貌的考量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类似颜值评选本质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，其价值在于反映艺人的全球曝光度与商业吸引力。正如 TC Candler 官网所言，评选是对年度全球魅力符号的致敬，而非学术认证。肖战连续7年上榜，侧面印证其在时尚、影视等领域的持续输出与权威认证无必然关联，更非无意义的数字游戏。从争议看偶像价值，正能量偶像的国际破圈之路。在粉丝眼中，肖战的是首帅荣誉是对其综合实力的认可。作为中国内地首位登上 Vogue 意大利版封面的男艺人，他的时尚表现力多次获国际品牌肯定。担任乡村振兴助力官、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等社会角色，更让其形象突破娱乐圈范畴，成为兼具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感的国民偶像。此次争议也暴露了娱乐圈的舆论困境。当本土艺人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时，部分声音习惯以质疑先行，而非正视其背后的文化传播意义。正如网友所言，与其纠结是否权威，不如关注中国艺人如何通过个人影响力走向世界。肖战的案例证明，优质偶像的破圈路径从来不止于作品，更在于能否成为跨文化交流的符号。结语：让流量回归价值，用作品定义高度。面对争议，肖战工作室尚未做出正式回应，但粉丝群体已用理性态度传递立场，整理评选规则，科普晒出海外媒体报道截图，强调偶像作品优先的发展理念。这场风波或许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娱乐圈对流量的复杂心态，既期待其带来热度，又忌惮其背后的舆论能量。但正如肖战本人曾说，把自己交给酒色，把评价交给时间。从演员到国际影响力艺人，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争议与掌声。当是首帅的热度退去，真正留在观众心中的仍是王牌部队里的顾一野、射雕中的郭靖，以及那个在争议中始终以作品说话的年轻人。或许正如网友的总结，奖项终会褪色，作品才是永恒。与其纠结于一场评选的权威性，不如期待这位始终走在破圈路上的艺人，
未来能带来更多突破边界的惊喜。毕竟，在娱乐圈的江湖里，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从来不是流量数字，而是那份对职业的敬畏与坚持。